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饰演的黄真华这个角色呢？他是一名建筑师，是剧中的女主人公玫瑰的哥哥。这个角色和你自己有没有什么相像或者反差的地方？相像就是都生活在一个很幸福的家庭里头，人很踏实，很有责任感。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没有妹妹。那有黄玉梅这样一个妹妹是什么感受呢？前期是提心吊胆的，因为不知道她在感情上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在早的时候，可能经常会被一些慕名来追求妹妹的人给打扰，有这种烦躁的心态。怎么又是你啊？你们怎么这么讨厌呀？感觉他其实一直在保护着妹妹。哎，对，这个角色哪些点会是很吸引你的地方？我觉得他除了对妹妹的这种保护，跟妹妹互为臭皮匠、军师出主意这组人物关系，以及在妹妹困难的时候他的这种全力以赴的支持，还有就是黄振华自己的这个情感路程也是打动我的地方。之前的白小河，后来的苏更生，都是其他的作品当中没见过的这种人物关系。我心理健康有什么问题啊？不是，我关心我妹妹的安全，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刚刚也说了，他对妹妹超级呵护嘛。从哥哥的立场评价一下这个妹妹怎么样呢？我觉得妹妹是以往的作品当中没见到过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她剧中正式的有3段感情，展现了一个蜕变的过程。第一段就是义无反顾的这种投入，两个人没有表白就干柴烈火的走到了一起，年轻人的这种不顾一切的爱。第二段可能需要的是一种陪伴，第3段可能更成熟了，物质上和年轻人的那种冲动都已经过了，他更需要一个精神上的这种伙伴。对，他们这3段之间的差异性非常大，感觉。是。你觉得黄振华他是一个怎样的哥哥呢？我觉得黄振华对妹妹首先是他的提款机，然后他的司机，有的时候还是他的战斗机，差不多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吧。刚刚也提到这3位男性嘛，从哥哥的立场，你觉得如果非要选一个的话，哪个更适合黄玉梅呢？我觉得第一个虽然他也有自私的部分，但是毕竟第一段感情这个男人他也是不成熟的嘛。通过时间的这种历练，最终我觉得第一个看下来是合适这个妹妹。包括剧里面，其实黄振华也是非常支持对偏袒的，是偏袒庄国栋。我感觉其实到了好像每个人生不同的阶段，对于感情的看法很不一样，需求不一样。对，其实我们从现实生活中也能感觉到，很多人到了这个阶段，对于感情会选择很不一样。不是，对呀，好多人结婚其实就是很冷静的说，哎呀，爸妈也让我结婚，遇到一个差不多的，然后还行，就结婚了。为什么要这么结婚？对，这也是我们的困惑。其实这个剧也是给大家会有一些启示，对大家看看合适不合适。我觉得最好是这3个人综合一下，那就是最理想的。对，兼有又有年轻的这种干柴烈火，又有到了30岁左右的陪伴，这种稳稳当当，然后又能精神上有互动有交流。对，那真是太完美了。我知道你已经很努力了，但还是没办法喜欢上我。你就当我是来应聘的，我应聘当男朋友，试用期6个月，你不行把我开了，行不行？聊到黄振华，他其实感情问题也非常复杂嘛。前面是对相亲对象追求未果，遇到苏苏之后又开始转向了苏苏。你是如何看待他这种感情观和处理感情的方式呢？他其实挺内向的，在感情上经历比较少，所以他妈妈一直说要不给你介绍对象什么的，他其实是比较排斥的。他之前更多的心思都放在工作上，没遇到合适的他也不感兴趣。跟白小河的相亲是觉得他那个样子是黄振华审美的点，结果人家把他当备胎，被人家拒绝了之后，跟苏更生的这种相识是因为替妹妹去争取利益，就是欢喜冤家这样的人设，然后又后来做朋友，一步一步走到一起的。他还是一个传统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你觉得他最后选择苏苏的原因是什么呢？首先苏苏是一个挺酷的一个女性角色，然后另外一个跟这个女人也经历了太多不一样的事情，所以他就是好奇以及对这个女人负责任，把他们俩引向了婚姻。感觉他们俩其实一直在经历各种问题，然后去解决。但是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感觉他在白小河和苏苏之间也有来回动摇过。你有感觉吗？就总要让这个角色有一点瑕疵吧，理解角色的所作所为，有点稚气啊，有点使小性子啊。苏苏其实他有很复杂的原生家庭问题嘛，包括他以往的经历。那你觉得黄振华知道那些之后，有做过什么思想斗争吗？我觉得爱一个人，爱的是从我认识你那天开始存在的那个人，你的过往跟我无关。
你未来是要跟我一起走下去的，所以大家都把这个事情想清楚。因为我觉得这句话说的特别好。其实爱他是从认识他之后的对呀、那个。那之前的事情你也没参与啊。黄振华和苏苏能持续走下去的原因，也是他们互相既考虑彼此，然后也还有自我的。对，包容对方的一切，也支持对方，所以他俩走得远。那你觉得他们互相给对方有带来怎样影响和改变吗？就是各种可能在世俗的眼光中没办法接受的事情，他们那个解决方案都挺大气的。我倒要看看，我带苏苏回来，你怎么拆我台？我给他看你那个小时候的艺术照，画大红嘴巴，头上点个点，穿裙子的那个。那照片还在呢。这次我们剧组合作演员非常多嘛，那跟大家合作感受怎么样？好啊，先说跟玫瑰第一次合作，我们俩在戏里头是戏最多，所以迅速的就默契起来。一菲是一个特别投入的演员。刚开机没多久，他跟庄国栋演一场亲热的戏，他俩不认识，那是他俩的第一场戏。干嘛呢？正常这种戏熟了以后再演，会演的对更自然，否则会紧张，会客气。结果那天我觉得这个一菲的那个状态，就是他能演出来那种拉丝儿的那种准确性。我说这投入的进入角色状态太快了，然后跟。就是一个一个妹夫的出场，对，跟他们相处的都很好。跟万茜也是，万茜这个我的师妹，之前看过她很多的戏，这次也是对，终于合作上了。戏里很多那种二度创作，两个人在现场会有很多临时的灵感。从15天9小时17分钟到现在，我想了这么多天，我还是喜欢你。你觉得就是成年人的爱情和婚姻比较看重的是什么呢？我觉得不管是什么年龄段，大家没有任何其他目的的结合是最真的，可能走得最长久。现实中其实很难这种，尤其是现在大家会掺杂越来越多的杂志啊，或者一些想法之类的。是，就是包括就我们戏里写的，他们方清文和那个玫瑰的矛盾，主要产生于让他在家带孩子，让他回归家庭，放弃事业，而且还要生二胎。生育的权利要掌握在女人身上，因为那是她要放弃怀孕以及哺乳那么长的一个个人的时间。有了宝宝以后，她一直要把自己的大部分精力放在这个孩子的身上。这女人如果要是不同意的话，这个事情这绝对不能做。她如果是主动的，她想，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婚姻就是要纯粹，因为爱对方，喜欢对方，希望对方好。现在这个人生阶段遇到黄振华这样一个角色，有给你带来什么影响和思考吗？这还好吧，都是我已经发生完的事儿。会不会从你自己的生活经历里面对这个角色来进行一些思考？我觉得主要是真实的生活中没有玫瑰这样的一个妹妹，很想有一个这样的妹妹。现在稍微有点晚了，折腾不起了。有一个玫瑰这样的妹妹，真的要再经历她这几段恋情，然后要那么呵护她、保护她，那也是真得花功夫。还是把这些有限的精力留在我女儿身上吧。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饰演的苏根生这个角色呢？在我的心里，她像一个保温杯一样的女孩，表面上看起来有一层厚厚的壳，内里还是一个很温柔像水一样的女性。那你觉得这个角色有没有什么你觉得很有魅力的地方？童年给她带来的一些不好的一些影响，让她在后来的情感生活上面也是会有一些障碍。你怎么跟你爸说话呢？他不是我爸，但是他很勇敢，最终也还是一个懂得去爱、拥有爱的力量的一个女性。我很喜欢苏苏的一点就是她所谓的这个壳并不是因为她的童年生活，然后她会导致她产生一些所谓的应激性的一个自我保护，这是她是在理智之下的一个选择。她知道过去的这段经历给她带来不好的东西，她也不希望这样的一个不好的东西会去影响到别人。但实际上苏苏她内心她可爱的一点就是她希望被爱，然后他也渴望去爱，他一直在等待一个钥匙可以去打开他的门，黄振华就成为了他命中的这一片钥匙。本来我想要么就算了，一个人过也挺好，可我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对你放松了警惕。感觉他和黄振华就爱情的开展其实也是在不断的拉扯和试探。试探当然是有的，但是更多的还是像两棵大树一样互相扶持着。那你觉得最后他为什么选择了黄振华，就接受了他？
因为苏苏一直是很羡慕黄振华、黄一梅他们的整个一个家庭环境的，正常的家庭也可以是这个样子，他们可以拥有一个自由的灵魂。我觉得黄振华也好，黄一梅也好，在他的生命里面就像太阳一样，一直在温暖着苏苏。这对于苏苏来说，哇，原来人也可以活得这样快乐，可以活得这样自由，那么我也想要。黄振华所有的是他没有且想要拥有的。黄振华其实是一个包容度很广的一个男人，这个苏苏在一起不就是钥匙碰到锁了吗？苏苏又是一个极其理性的人，我觉得他们是互补的。没事没事，猜呢。黄一梅出现问题，他会爆发，然后苏苏在安抚他，在摁住他这种。这就是在于苏苏跟黄一梅两个人的一个相处。黄一梅身上有苏苏没有的东西，他们两个之间关系的一个向前迈步是在于第一次去上海出差，当时就跟黄一梅说，我很羡慕你有这样的家庭，他认为是有这样的家庭才能够塑造这样漂亮的一颗灵魂。那对于黄一梅来说呢，她也是第一次在去上海出差的这个过程当中看到了她原以为的冷静理智的苏根生以外的不为人所知，甚至不愿意为人所知的那一面。虽然每周都给家里打电话，但是有些话只想跟你说。他和那个黄一梅之间其实是有点在互相，就不能说救赎吧，但是其实真的给对方了很大的精神力量。是他们是互相支撑的，即使是两个人没有在同一个城市，也一直会有那个 email 会去联系。然后包括黄一梅后来在上海，她的那个生活其实没有到那么如意的时候，苏苏也是会不留痕迹的去帮助她，去给她生活上的一个支撑，然后永远是站在黄一梅的角度上去思考问题。这是她自己的选择，我一定是100%的尊重她，但是一旦你遇到什么困难，我会尽我的能力来在后面帮你拖一把，互相在对方的心里，但彼此间又有一个分寸感在。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相处。你想抢我的房子，门儿都没有。有那几场戏就是和他母亲的戏，那些就涉及到原生家庭和他童年那些戏，那个表演让我很感触到。有一场就是他后来他回老家，然后去面对他妈妈，他继父再出的那个问题之后，他妈妈反而是让他去帮忙解决。我跟你说，这场戏是我觉得我很爽的一场戏。那他的那个爽不是在于所谓我们怎么去演这场戏，而是在于苏根生本人，他最终在那一刻得到了一个释放。妈妈所采取的方式一直都是为了维持一个家庭的表面的一个平和，但实际上伤害的是自己的孩子。苏根生是利用自己的力量来完成了他自我的一个成长，他用一个完全公平公正的一个方式来达成了他自己的一个修复。有没有还有哪场戏演的是让你比较有触动？我跟黄振华有一场那个跑马拉松的戏。爱情就像马拉松，能不能走到最后还是在于跑步的人自己，你的心性是否是希望自己能够走到终点。这有点像那个黄振华和苏苏的爱情。再说了，万一你要临时指导我2下，这也方便啊。大伟哥呢，他也牺牲了自己，这种牺牲是在于对于自己形象的一个毫不留情的一个牺牲。实际上他本人是一个运动的人，然后在戏里面演的自己好像四体不勤的样子。对，在剧里面我看有很多就是苏苏在指导他运动。对，实际上人家都会。我不需要铜钱，也不需要男人。你有见过小偷问警察应该怎么避开摄像头的吗？因为我需要随时保持警惕啊。是我不对，给你道歉。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让别人进入我的生活，但这回我想试试看。那前期其实苏苏是很冷静克制的嘛，后面逐渐变得很柔软起来了。那你觉得在不同阶段对他呈现会有不同的设计在吗？苏苏这个角色其实本身剧情是给予他了很大的一个支撑，我只需要去调整他的一些细节，将这些情感，将他的一些人物个性去外化他。在早期的时候像是一个橡皮筋绷到了一个极致，当你去弹它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的皮肤会被弹得很痛，然后像橡皮筋本人也是属于那种绷到了一个极限。但是逐渐认识了他的老板，认识了黄一梅，又拥有了黄振华，在他的人生当中也是给予他力量，让这根橡皮筋逐渐的变得柔软。就是玫瑰的故事很好的展现了女性力量嘛，比如说缇娜、苏苏和黄一梅3位女性
性会给你带来怎样的思考？三位女性是截然不同的三位女性。单说苏更生，就是我很赞同苏苏的人生观、事业观和爱情观，她可以找到自己的一个平衡点，她可以去自洽，这个是苏苏身上的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力量。然后包括我也很喜欢她跟黄振华之间的一个接触，就像我们成年人有什么问题，那你就去解决问题，不要去从误会上面再去制造误会，拒绝内耗。就是你如何看待这个原生家庭啊给他造成的这些影响呢？当然，原生家庭带给苏苏伤痛，它像一个生命力极其顽强的一个种子一样发芽生长，凭自己的力量去跳脱出这一切，这也是原生家庭带给他的一份坚强。那你觉得这个角色和你自己本人有没有什么相近或者反差的地方在呢？其实我跟苏苏的性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很不一样。相似的点呢，我觉得还是在于对于自己事业的一个独立性，同时我觉得我也拥有爱的勇气和能力。其实你和佟大为老师两人是那个一个学校的，他是我师哥。之前其实应该好像没有合作过，是吧？对，我们出现在同一个演员表上过，但是没有过真的对手戏。对，这是第一次。大家合作下来感受怎么样呢？哦，大为哥脾气简直太稳定了，他是情绪稳定之王。就是你知道有动物界不是有个卡皮巴拉吗？哦，对，大为哥就是。我感觉你也是一个情绪非常稳定而且极度理性的人。我还行，没有稳定到大为哥那样。他不管是对工作人员也好，对演员也好，就是情绪稳定到爆，就是爆到你会觉得哦，好有安全感，跟这个人在一起。